他和皇上素不相识，他怎么知道皇上身份？难道他未卜先知啊？其实，在我等刚刚入住族长家时，司徒莫心便调侃了皇上隐瞒身份一事。皇上一直自称是全知开封府氏之子，而司徒莫心却说他的父亲是堂堂开封府尹。实际上，先皇在即位前恰好担任过开封府尹一职。院子里还住了另外一位客人，除了那一间，其他几间你们可以自行选择。不是说镇内不许住外人吗？怎么还会有别的客人？听说赵公子是开封府尹之子，家父自然不敢怠慢。我们在司徒莫信的房间的石臼中发现了残余的花溪草，桌底暗格之中还放着皇上的画像、毒蝎和其他毒草。这么多证据，谁敢说他冤枉？王爷，太师，物证都被我妥善收好，若需查验，便让展昭即刻取来。待你将真相一一道来，我们再悉数验证。太师，你以为呢？王爷做主便是。不是的，你们肯定弄错了。你们遇袭那天，妹妹明明在家帮母亲干活。对，她那时在家的。是啊，包大哥，记得我们正要去梅娘家的时候，司徒莫心因不慎栽倒留在家中，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正好撞见司徒莫心不小心摔碎了花盆，正在被司徒夫人破口大骂呢。多罗姑娘不妨回忆一下那天司徒莫心摔碎花盆的详细经过。说说。当时我正在屋里帮我娘收拾东西，听见花盆打碎的声音，我就赶快跑了出去。如此说来，你没有亲眼看见她打碎花盆，对吗？没有，可是我听见声音立刻就出去了，看见她正在收拾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确定她此前一直在家。你并未看见他究竟是失手，还是故意砸碎花盆，可对？这种事情当然不可能让你看见，因为这一切不过是他们联手做戏，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司徒莫心一直在家的假象。其实司徒莫心和司徒夫人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水火不容，相反，其二人一直是合作关系。进来吧。今晚就动手？机会就在眼前，自然要一鼓作气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算着时间，包拯身上该毒发了。我一会儿送东西去偏院，倘若我一个人带他们出来，一到偏院门口，你便立刻找借口叫我离开。届时只有皇上认识去梅娘家的路，不用我开口，那伙人自然会去求他领路。这么做会不会太露痕迹了？那包拯，听说是极聪明的人。从夫人口中听到这些话，可真叫我吃惊啊！听闻您当年都敢明目张胆的当街杀人，不像我，胆小怕事，只得用这些弯弯绕绕的手段。
不过嘛，露不露痕迹的也不打紧，只要把事儿办成了，什么都好说。反正咱们也不是什么良民。当然了，如果皇上能主动跟他们一起出来就更好。到时候我们把戏做得圆满些。此事成了，则皆大欢喜；若是失手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破狐魔向来行踪莫测，先前忽然出现，险些误了我大事。我总觉着他似乎疑心我了。等一下要接应我，免得出岔子。哦，还有司徒多罗，别让他坏事。我自会见机行事。前辈办事，我自然放心。司徒夫人和司徒莫心竟然是一伙的。我们来之前，破灵阵曾下过雨，因此树丛中还颇为泥泞。司徒莫心的脚上难免沾有湿泥。不过叫你去偏院安置些东西，怎么这么久？还不赶快回去把花搬到廊下？怎么，老娘说不得你是不是？啊？莫心，还不快去带路？是，包公子。哎，让莫心姑娘回去吧，我带他们去即可。啊，那也行，那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他打碎花盆，恐怕不仅为了遮掩脚上的湿泥，还有手上的伤口。他手上的伤口并不是被花盆碎片划破，而是之前在偷袭我们的时候被南姐姐的飞镖所伤。展昭说的没错，因为伤口恰好在一个十分明显的地方。假如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，很容易引人怀疑。司徒莫心为了掩饰身上的痕迹，顺便假作不在场证明。于是和司徒夫人合谋演了一场摔花盆的戏。可我们刚到院外，便已经听到了司徒夫人在呵斥司徒莫心。那他们是怎么知道咱们回来了？说不定这两人的耳力比我更胜一筹。并非如此。你们还记得院子中放置的铜镜装饰吗？这还多亏了展昭提醒。一开始我也想不通这件事，直到展昭通过铜镜看到了多罗姑娘，我才忽然明白了那些铜镜的作用。多罗姐姐来了！啊！你听声辨人，精到了如此境界？哪需要听声辨人啊？你们看那儿。司徒夫人设数枚铜镜，并不是为了装饰，实际上是另有他用。怎么样？怎么伤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？恐怕他们回来了。我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？连盆花都搬不动。怎么了这是？你受伤了？我不是故意。我养头猪还能吃肉，养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
你个没用的东西！好了，娘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妹妹搬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一盘。司徒夫人和司徒莫心通过铜镜的反射，提前知道我们回来，而且在此之前，他们应该已屡试不爽了。他们为了杀人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可是，他们一介乡野妇人，为什么要谋害皇上？乡野妇人，那可未必吧。若想弄清他们的身份，便不得不说起整件事的源头——狸猫换太子。狸猫换太子？从襁褓中的野猫，到后来的支离白骨，以及万灵密阁前藏有牙齿的铜铃，破红魔在暗中所做这一切的目的，正是引我们来揭开此事。原来如此。除此之外，想必皇上收到的密札，也是依你所为吧？多年前，秦凤携贾李妃从冷宫一路逃至空寂岭，却被刘太后派遣的杀手追了上来。秦凤和贾李妃在潘族长的帮助下，藏于万灵密阁的密室中。杀手首领找不出李妃，便下令屠尽了空寂岭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那名杀手头领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这么快就会遭到幕后主使灭口。杀手头目死里逃生，藏匿在空寂岭的附近。幸运的是，他后来遇到了来此赴任的司徒一家，便借机脱困。那名杀手头目就是司徒夫人。我不信，我娘绝对不可能是杀手。司徒夫人本想隐姓埋名，从此在破灵镇开始安顿下来，却不料多年后，刘太后手下另一名杀手莫心，带着新的任务来到了破灵镇。他假意祈求族长收留，司徒夫人心中有鬼，当然不愿接纳来历不明之人，所以极力反对族长留人。后来忽然改变主意，也并非出于好心，只因被对方识破了身份。当年从刘太后的暗杀中逃脱，销声匿迹多年的蛇蝎杀手，竟然一直藏在破灵镇。前辈屠尽空寂里，住在这里，难道不会做噩梦吗？你是太后的人。回前辈的话，是呢。前辈动手之前，不妨先听我一言。太后早欲杀我灭口，今日你若不死，便是我死。凭你说什么，休想活着走出这里！若非有所准备，我怎敢表明身份？前日我已将您的行踪传回宫内，若无意外，太后此时恐怕已经知晓。我武功寻常，您杀我易如反掌。不过这回，您怕是也要折在此处了。好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！前辈谬赞，我惜命得很。上报消息，自然不是打算与您同归于尽。眼前有个大好机会，只要抓住了，您不仅不会死，前头啊，更有一场荣华富贵等着呢。机会？不错。太后要杀您，是因为心中有所忌惮。假如您将功赎罪，
待将来太后无所顾忌，自不会与您计较。哼，说到底，我的性命且有你予夺生杀。秃鹫蛰伏多年，安逸的日子过惯了，难不成变成了鸭子，连搏一搏的心都没有了吗？太后想要做什么？破灵阵无法传信，于是司徒莫西安顿下来之后，趁着每月外出采买的时机，向刘太后传递消息。在他房间中发现的纸笔信笺，便是作此用途。看上去好像是要给谁写信，不过司徒莫心不是没有亲人了吗？谁说一定是写给亲人呀？万一是写给情郎呢？只是这1年来，他们并未找到李妃的踪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刘太后在1年前便知道李妃藏身破灵阵的消息了？正是如此。说了大半天，这2个人都已经死了。破灵阵这4起命案，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被杀，正是因为各自的身份。空寂岭被灭的罪魁祸首是刘太后，他们2人作为刘太后的鹰犬，司徒夫人更是屠杀空寂岭的刽子手。若是空寂岭的族人想要报仇，最不可能放过的，就是他们。空寂岭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通过观察陶艺兄长的尸骨，可以料想，空寂岭灭族之时，他惨遭毒害。大灾之后必有大义。司徒夫人为了欲盖弥彰，将空寂岭的族人通通毒杀，造成瘟疫灭族的假象。从此，空寂岭便不复存在。司徒莫心若寻李妃不成，那破灵阵也会落得和空寂岭一样的下场吗？陶艺说，司徒莫心曾经有过和我脖梗种炮一样的伤状，他故意说出此事，应是想让我们查出司徒莫心曾在幽灵沼泽中触碰过大猪草。这么说，在我们猜中混入毒禽的人就是司徒莫心了？不对，投放毒禽的人是陶艺。不过此举并不是为了行凶，而是嫁祸。保长，你欺人太甚！毒禽事件一出，司徒莫心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毒禽只生于幽灵沼泽附近，陶艺借此引我们前往幽灵沼泽。他除了想让我们发现毒禽和毒草之外，也想让我们拾到司徒莫心的发钗，借此加重他的嫌疑。我猜，陶艺在认出司徒夫人的身份后，在暗查过程中，发现了他与司徒莫心的阴谋。若是到最后，我们仍是寻不见李妃，怎么办？这支毒钗乃太后亲赐。当年您是怎么毒杀空寂岭的？
今日就怎么毒杀破灵阵。这只发钗正是杀死司徒莫心和欧石南的毒钗，而此毒正是当年司徒夫人用过的毒。此前，陶艺趁司徒莫心不注意，将其发钗偷走。司徒莫心终是丧于自己的毒钗之下。司徒莫心在没有成功刺杀到皇上之前，怎肯轻易暴露身份？于是他自恃一身本事，用白骨去诱使幕后主使现身。殊不知，凶手早已布下重重陷阱。此人装束为何如我一般？你是什么人？陶艺，小桃子，你别说，这身装扮还挺适合你的，我差点都认不出你了。我还有要事去办，就不陪你玩了。人的这只毒钗，毒钗，莫心姐姐，来世莫要戴着面具做人了。司徒莫心脖子上的血孔与毒钗形状恰恰相符，是两只血孔。而且我还在陶艺家的推车上发现了一缕粉色布丝，同时车轮上还沾有泛黑的粘土。
当时我还在奇怪，车轮上的泛黑粘土从何而来，直到我们在距离祭坛不远处的树丛中看到了同种质地的土壤，而它恰好和司徒莫心尸体上的如出一辙。后来，当我发现陶艺就是凶手时，便不难确定，推车上的布丝就是陶艺在运送司徒莫仙尸体时从他身上刮下来的。那晚祭坛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呀？自我们入住族长家后，陶艺便一直暗中观察我们一举一动。在司徒莫仙提出祭蛊法后，陶艺便料想到会有人在暗处监视祭坛，陶艺因此将计就计，借尸还魂。司徒莫心，阿软，阿软，阿软姐姐，阿软，阿软，不空魔，他说的不是真的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，取这力气，我便步步推理，安
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昂昂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步不平伤。